滚开！我原以为我和宁远侯恩爱一生，为其操持家务20载，我把侯府管理得井井有条，把孩子教养得知书达度。可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却是：若非你贪慕侯府门第，失手段替了你妹妹，我又怎会与明月错过一生？江秋水，你这辈子当真是害苦了我，也害苦了他。我一口心头血喷出，活生生气死在他床前。我重生了，竟然回到了宁远侯府提亲的这一日。王媒婆，这宁远侯世子当真指名道姓要娶秋水？那还有假？世子爷说了，非江家大小姐江秋水不娶。秋水，你这孩子真是好福气。上元节那日，庶妹偷溜出府结识宋琦，她怕父亲责罚，便谎报了我的名字。宋琦洞房那日才发现真相，只能将计就计，却给了我20年的冷暴力。既如此，那我便成全你们。江大小姐，您倒是给个话呀！这锅您进是不进？我与宋智子从未相识，何来缘分？秋水，你胡说什么？王媒婆，江家有2位小姐，你们怕是弄错了吧？这不能吧？侯府那边特意交代，求娶的就是江家长女江秋水啊！秋水，宁远侯府的亲事，由不得你胡闹。若名字没错，那便是人错了。去，请2小姐过来。是。这一世属于江明月的姻缘，我双手奉还。宋琦，我等着看你们如何恩爱一生。这江大小姐说的也有理，老身这就回去跟侯府那边再对对名单，定不让亲事出了岔子。秋水，你疯了吗？那可是宁远侯府，世子亲口提的亲，全京城的名门闺秀都在盯着那个位置。你平日里最是稳重，今日怎么这般唐突？母亲，女儿只是说了实话，我和宋世子素未谋面，他为何指名道姓要娶我？上一世我拼命想要讨好他，结果却在那冰冷的规矩里守了20年。或许是他在哪场宴会上见过你呢？这种高价的亲事，你怎么能往外推？那若结识他的是明月呢？明月平日里最爱热闹，上元节那天他偷跑出去，您也是知道的。若他怕爹爹责罚，在外面冒了女儿的名字结识了世子呢？若是咱们贪图荣华，稀里糊涂让女儿嫁了，等新婚夜发现人不对，那才是江家的灭顶之灾。你说明月，倒也不无可能。那丫头确实胆子大，可那宋世子年轻有为，一表人才，侯府又显赫，这么好的亲事，我总想着是正配得上你的。明月嫁过去也是一样的，她是江家的女儿，嫁得好也是江家的光彩。做侯府宗妇可不简单，不仅要稳重，还要事事操劳。你要是嫁过去，娘100个放心。可明月那个坐不住的性子，哪里适合？那深宅大院的规矩，只怕会把她磨得没了人样。适合又如何？上一世我这个最适合的宗妇，最后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一句贪慕门第，是一口喷在锦背上的心头血。母亲，您这么急着找我，可是女儿的绣活出了什么岔子？哼！母亲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您千万别告诉父亲。你自己说，上元节那天你到底干了什么好事？那天女儿假装胃疼打发了丫鬟，偷偷换了衣服，从后门溜出去了。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公子猜谜抢灯，他说女儿灵动有趣，问女儿芳名。我怕父亲知道会关我禁足，脑子一热就报了姐姐的名字。母亲，我当时只是觉得好玩，没想到他会当真来提亲呀！混账！男女授受不亲，你竟敢私相授受！
还敢冒用你姐姐的名号？万一你姐姐以后出阁，被人翻出这桩旧事，你这是要毁了江家的名声，还要害死你姐姐！母亲，女儿真的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乱跑了，不敢乱跑了。姐姐，对不住，前几日父亲才罚我抄了100遍女则，我手现在还酸着呢。姐姐你最好了，你千万帮我在父亲面前瞒着点儿。就是这份天真无邪，前世成了宋琦心中的白月光，而我却成了那个抢了妹妹姻缘、恶毒算计的毒妇。明月，我倒是无妨，可那宁远侯府的宋世子却上了心，他当了真。今日侯府派媒婆来提亲，指名道姓要娶那个江秋水，你既招惹了人家，现在人家找上门了，你可愿嫁？不至于吧，我们就见了一面，喝了一顿酒。至不至于，你从现在开始好好想想吧。这侯府的大门，你要是不想进，现在改口还来得及。哎呦，两位小姐快里面请，咱们店里刚进了一批南边的石峰首饰。宋琦这几日常在这一带出没，既然要拨乱反正，总得给他们一个互相确认身份的机会。就是这种眼神，前世他从未这样看过我，那种审视、希望，又带着几分狂热的目光。这副赤金蕾丝的镯子拿出来看看。好嘞。姐姐，那便是宋世子。那不是宁远侯府的世子爷吗？世子爷竟然亲自过来搭话，这两家小姐是什么来头？江小姐，多日一别，身子可还安康？还好，还好，劳世子挂心。宁月，宋世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之前见过？是在下唐突了，只是昨日媒婆去江府提亲，似乎闹了些误会。江小姐，在下到底该如何称呼你？是江大小姐，还是江二小姐？我是江二小姐，江湖行走不能以真名示肉，免得被家里长辈捉了去。世子是场面上的人，该懂我的意思吧？是，二小姐说的极是，是宋某愚钝，惊扰了小姐。这颜色衬你，灵动的紧。世子爷博学，竟连这些也懂。夫君，今日孩子在书房被夫子夸了。这种内宅琐事，按规矩办就是了，勿来烦我。上一世我是你明媒正娶的妻，你却将我当成摆设，吝啬到连一个笑容都不肯给我。如今为了江明月，你竟愿意在这满是脂粉气的银楼里消磨时光。这都过了3日了，侯府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母亲莫急，那样的人家改聘书总是要费些时间的。夫人，打听到了，侯府那边正闹着呢。闹什么？快说！听说侯夫人一听世子要改娶庶女，当场就摔碎了新黛玉瓷杯。她说侯府宗庶必须是门当户对的嫡女，死活不肯应这门亲。果然是因为庶出的身份。秋水，你瞧这事儿闹的，侯夫人那是选宗妇，要称门户的。明月那性子，实在不适合。你要是嫁过去，娘100个放心。适合又如何？上一世我周全了20年，哪怕我算无一策，哪怕我能让侯府百业兴旺，他却从不肯对我亲热半分。这一世，我宁愿嫁给农户，也绝不入那金漆的囚笼。适合不适合，得看世子爷的心够不够狠，到底多有决心了。如果他连个门第之间都破不了，那他的爱也不过如此。听说宋夫人为了阻止亲事，给宁远侯安排了几个美貌的家生子，想勾走他的心思。可他却铁了心，把那些女子全都赶了出去。
姐姐，你说他对我真有如此痴情？宋琦最擅长用这种极端的法子逼人，他不仅在逼他母亲，更是为了在明月心里刻下一个救世主的烙印。大小姐，二小姐，宋世子在书房绝食3天，晕死过去2次，夫人撑不住，已经答应退婚改聘。他真的为了我做到这一步？孽障！你给我跪下！宁远侯府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你只顾玩乐，这般不着调，丢的是整个江家的脸。从明日起，跟你母亲学管家看账，别再出去疯跑。是，女儿记下了。姐姐，我看爹爹那神色，总觉得侯府是个火坑，万一我学不会管家怎么办？你喜欢他吗？不讨厌，他比京城那些书呆子有意思，而且他能为了我跟家里闹成那样，想必是真的待我好。宋夫人虽然严厉，但也是贤明远播，只要你肯收收性子，虚心去学，定能让他喜欢。也是，我这么聪明，定能让婆母刮目相看。这婚期定的也太紧了，姐姐还没出嫁，妹妹倒抢了先。父亲，我不急，妹妹既然有了好姻缘，宋世子又是一片赤诚，自然要把握住。我多留在家里陪陪您和母亲，岂不好？侯府那边催得紧，生怕人跑了似的。聘礼给的厚，咱们江家不能失了礼数。宋琦当然急，他这种人一旦认准了什么东西，就一刻也不愿等待。反正这一切都已经和我没关系了。江秋水，这辈子我一定要娶到明月。明月！姐姐，我好怕。怕什么？前面是你自己求来的荣华富贵。就是这种目光，前世他在床榻上也是这样盯着我，眼里全是厌恶。可现在，他凭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？岳母大人放心，宋某定会护二小姐一世周全。这一世姻缘终于归了位，宋琦、江明月，你们可千万要恩爱到底。慢点吃，憋着。世子爷，父亲母们都在呢。秋水，这回门日，宋琦怎么让你自己一个人回来？他公务繁忙，不打紧。世子与明月感情甚好，老夫也就放心了。明月灵动有趣，能娶到她是宋某的福气。父亲、母亲，有一事想跟二老商量。外祖父前日来信，说外祖母身子不太爽利，明月如今已经出阁，家里也清静，我想去金陵外祖家住些日子，替母亲尽尽孝。姐姐要去金陵，那要去多久呀？侯府里那些规矩琐碎得很，我还想着请姐姐去侯府教教我，帮我出出主意呢。姐姐你就别去金陵了，好不好？明月，你如今是侯府的女主人，凡事有我，何必要外人给你出主意？只要我在，谁也别想在侯府多嘴。他在防着我，他在怕什么？怕我这个嫡女进侯府指手画脚，破坏他跟江明月的极乐世界？难不成宋琦也想起上一世的事来？父亲，金陵风景如画，女儿想去散散心。外祖父如今年事已高，膝下正是需要有人承欢的时候，您看可好？去尽尽孝心也好。你外祖父退下来后，整日招揽师友，你去陪陪他，正好。可是大姐既然要去，便早些启程了。京城这繁华地，怕是会迷了人心。世子爷说得对，金陵的暖阳确实比京城的阴冷更养人。
求求你，外祖父一生清廉，他只是与人写诗交流，他绝不会谋逆，我绝不会谋好。江秋水，越是此时，我越要大义灭亲。你外祖父与写反诗的人相交，这本身就是大不敬之罪。你身为宋家父，竟敢替逆贼求情。后来，外祖父在牢中受尽折磨，自刎狱中以证清白。外祖母一根白绫随他而去，舅父为打点，散尽季家百年家财，最后还丢了官，被贬为平民。季家这个传承100年的世家，在宋琦的铁面无私下，家破人亡，一败涂地，而宋琦却因此事博得赏识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悲剧重演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为了躲我，你竟然要去金陵！秋水，我知道你也想起了一切，不然你为什么换掉名字？你宁愿毁了婚事，也要把我推给江明月，你就这么恨我？世子昨晚是喝多了，还是生了癔症？若身子不适，早些请大夫看看。江秋水，你这孩子，总算舍得来看看我们这2个老头老婆子了。等我住久了，外祖母别嫌我就行。哪能嫌弃？咱们秋水来，府里都热闹了几分。哼，只要表姐不抢我的云片糕，住一辈子我都欢迎。这就是我拼命也要守护的家人。女孩子多读书没坏处，还是秋水丫头有眼光，知道你外祖父我满腹经纶，不像季轩那臭小子，整日就知道在街上遛鸟，简直朽木不可雕。表姐你自求多福吧，老头子讲起课来没完没了，我先撤了。前朝金粉随风去，不信今朝有圣贤。这2句诗虽然读起来豪迈，可若是落到有心人眼里，岂不是在影至圣上不如前朝？这是卢老头的诗，他那个人嘴碎了点，文人墨客发2句牢骚，不至于。如今天下初定，陛下最看重名声，万一朝堂有变，这白纸黑字就是现成的把柄。万一有人构陷季家谋逆，这棋子就是送上门的刀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您当官多年，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？前世季家百口人的血，绝不能再流一次。你这丫头今日怎么这般咄咄逼人？这《山河集》写的是文人气节，圣上宽厚，怎会为了几句词就降罪我们这些老朽？可是万一呢？外祖父，孙女是要保住季家的根基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诋毁？这诗句若流传天下，那就是抹不掉的证据。若有心人断章取义，参一本纪事怀念前朝，您让季家几十口人如何活命？若负责查办的官吏是个想借文人的人头往上爬的小人呢？到时候您护不住集子，更护不住季轩的命，您真的要让季家家破人亡？父亲，秋水说的对，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这集子不能印。罢了，我去回绝了他们，就说我深感微妙，集子的事暂且压后。表姐，快出来！我带了个好哥们来见你，他还是你的姻亲呢。宋兄，
你发什么愣啊？在下宋玉，见过江大小姐。宋玉，宋琦的亲弟弟。哈哈哈，宋兄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刚才在外面还挺能说，见了我表姐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了。江大小姐端庄大方，在下怕礼数不周，唐突了。宋大人客气了，明月在京城，多谢府上关照。那是应该的，二嫂在府里，大家都很关照。上一世，他为了避嫌，总是离我远远的，可唯独他在我最苦最难的时候，站在我身边。嫂嫂，吃点东西吧，别熬坏了身子。你平日里爱吃辣，这甜食吃多了坏牙。这是刚出锅的云片糕，是带给季老夫人的，还有给江大小姐尝尝。宋子恒，我什么时候不吃甜的了？你上个月还抢我的蜜饯吃呢。全京城只有几个人知道我不吃大鱼大肉，唯独钟情城东老店的云片糕。他是特意去买的吗？秋水，跟祖母说实话，那宋家的小子是不是看上你了？祖母看人一辈子，宋大公子心术不正，但这宋二郎性性纯善，他虽不成绝，但日子逍遥。你若嫁他，留在金陵，岂不是美事？上一世宋玉孤苦半生，只为守着我的一双儿女。这一世，我若能与他相守，确实是上天眷顾。季轩，滚过来！季轩，你去跟宋子恒说，他若真想求娶我季家的外孙女，就别整日拿些点敷衍，正儿八经找人提亲，否则我季家女儿的归玉容不得他这般模子。子恒，听见没？祖母传旨了，让你赶紧滚回去，准备聘礼。真的吗？秋水小姐她愿意？我现在就去告知家里。小姐，听说宋公子那日连夜给家里写了长信，可是这都2日了，怎么都没个动静？我也不知道。江秋水，江秋水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竟然要嫁给宋玉！宋世子，请你自重，我嫁给谁是江家的自由，与你何干？与我何干？你少装蒜！你嫁给宋玉，不就是为了名正言顺进我侯府大门？你就这般执着于我，为了留在我身边，竟然不惜嫁给我弟弟当个妯娌。宋琦，你真是疯得无可救药。前世你毁我季家，这辈子你竟然觉得我非你不可。宋琦，你以为你是什么金疙瘩？我躲你还来不及。秋水，别白费力气，只要我不同意，这门亲事谁也别想办成。季轩，哎呦，这不是姐夫吗？京城的路不好走，竟然走到咱们季府后花园欺负姑娘了。季轩，莫要胡说！宋玉年纪尚轻，我这个当哥哥的来替他长长眼。长眼？世子爷真是好大的威风。既然世子爷谈规矩，那咱们就谈谈孤男寡女共处后花园，出言轻薄，动手动脚，这就是侯府的规矩。季轩，去请祖父祖母出来，
直接写信给江侍郎和宁远侯，请两家长辈当面分说。好，江秋水，你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这门婚事，宋家是不会认的。呸！什么东西？这种人，明月妹妹嫁过去真是倒了大霉了。表姐，他这人到底是何意？他若真疼惜明月，就该在京城守着。这千里迢迢跑来金陵，见着你的第一面，不想着问候，反倒说出那种令人作呕的话。我也没想到他会变成这副模样。表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他是不是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？瞧他刚才那眼神，倒像是个疯子在盯着自己丢了的宝贝。连季轩都看出来了，宋琦已经疯魔到了这种地步。宋琦这种人就不该有朋友。他这种人，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。表姐，这门婚事不如作罢，省得你嫁过去还得跟他低头不见抬头见。要是让他那个疯子得了势，指不定以后怎么折腾你和子恒。季轩，我有我的打算。宋玉现在在金陵为官，即便成了亲，我也打算陪他在这里生活。上一世宋玉在金陵一待就是数年，这一世我们可以避开宋琦的视线，在金陵生活。等将来回京，兄弟二人早已分家，他是世子承爵，我们是次子分吃，除了逢年过节，大可以不必见面。话虽如此，可此人脑子明显有疾。明月妹子嫁给这样的人，当真能安稳吗？希望他看在当初求亲的情分上，懂得何为珍惜。明月，这是你费尽心思抢走的良人，希望你能受得住。大小姐，京城江府送来急信。宁远侯府已正式向江家纳吉，聘礼极重。秋水，你可速速启程回京准备婚事。你这丫头，这才住了多久就要回去了？母亲莫烦恼，秋水这是去京城走个过场，等成了亲，宋玉那孩子还要在金陵任职呢。正是，瞧我这老糊涂，竟忘了这一茬。夫人，江府到了。秋水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那宋玉我也见过了，是个稳重的好孩子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为了娶你，竟敢在信中对他母亲说，若这辈子娶不到你，他宁愿外放去最穷苦的地方。好孩子，这一趟去金陵，倒长得越发水灵了。上一世我们婆媳关系很好，他做事公正，却也曾是束缚我的枷锁。没想到这一世绕了一圈，我们还是成了婆媳。姐姐，明月，在这侯府的高墙之内，你那个活泼的灵魂，怕是已经开始受苦了。你们姐妹俩好久未见，不如明月今留下一起吃饭。姐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我觉得宋玉她人品挺好的，性子温和，适合你。我也觉得她挺好。姐姐，你嫁过来就好了。你不知道，这大半年我的日子过得很不顺心。怎么了？你和世子新婚燕尔，难道有什么不妥吗？世子倒还好，就是那些家事，我真的应付不来。婆母对我总是不满意，总说我不够稳重。我每日晨昏定信，连个错处不敢有，可他还是能挑出毛病。还有侯府那群鸡眼老仆，他们看我年轻，又是庶女，表面客气，背地里不知给我设了多少圈套。上一世我刚入侯府时，那些刁仆确实给过我下马威，但我自小被母亲按照宗父的标准培养，心气高，手段也硬，很快就用雷霆手段整治了几个领头的。可明月不行，她性子跳脱，爱憎分明，却也容易被人抓到把柄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上个月府上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差点没脸见人。上个月，苏姨娘的兄长去世了。我知道她在府里有体面，特意翻了旧账，看到姨娘亲戚去世给30两，我便让人领了银子发下去。然后呢？结果婆母知道了，当着全府丫鬟婆子的面，狠狠扇了我一个耳光。
他说我连等级尊卑都分不清，不配管家。姐姐，明明账本上写的是30两。明月，那苏姨娘的兄长是府里的家生子，在侯府规矩里，家生子亲戚只需15两，那30两是给外面书香门第出身的姨娘亲戚留的体面。可他们谁也没提醒我啊！账房婆子领钱的时候还对我千恩万谢。明月，他们是故意看你犯错，在几百双眼睛盯着的侯府里，这就是不守规矩，是厚此薄彼。这群人太恶毒了，他们明明知道，却装作不知，等我跳进坑里了再去看热闹。姐姐，婆母现在看见我就冷脸，我去请安，她在佛堂跪着，连眼皮都不抬一下。我甚至觉得，她是不是后悔让我进门了？上一世无论我做什么，侯夫人都会为了侯府面子在下人面前维护我。这一世因为是庶女换嫁，她连最后的遮羞布都懒得披了。我当初成全她的决定到底是对是错？宋二爷醉得不轻，夫人多担待。你没醉？醉了7分，剩下3分是为了见娘子留的清醒。你醉了，我去拿清洗毛巾。娘子，此等良宵，怎可辜负？我等这一日，真的等了太久了，久到我以为这辈子都只能在那冷清的院子里，看着你给别人当贤内助。难道他也……秋水，宋玉是个实心眼的孩子，以后在金陵你要多替他操劳。秋水定不负所托。母亲放心，只要我宋玉有一口气在，就绝不让秋水掉一滴泪。我们一定会在金陵把日子过好。宋琪，这一世我会过上属于我的神仙日子，而你只配在京城的泥潭里腐烂。回到金陵后，我方知什么是真正的夫妻之乐。在京城侯府，我是江家长女，是未来的宗妇，一言一行都要刻在规矩里。每日清晨，天还没亮就要起身去给婆母请安，随后便是没完没了的账目、人情往来、妯娌应酬。宋琪即便不爱我，也要求我做到尽善尽美，像个冰冷的玉观音像一样供在那深宅大院里。可在这金陵的宋宅，一切都变了。这宅子里没有宋家的长辈，没有见风使舵的管家婆子，我一人便可当家做主，想睡到日上三竿便睡到日上三竿。宋玉更是彻底脱去了从前那副温文尔雅，他每日散职回来，第一件事不是看书，而是来寻我。娘子，我好想你啊！今日在衙署吃的冷面极难吃，我想死你做的银丝羹了。宋子恒，你现在的脸皮比金陵城墙还厚。在娘子面前要脸皮做什么？哎，我书没拿去哪儿？和娘子一起去的当然是极乐世界。娘子，3日后我得闲暇，我们去踏青吧。你不是一直想去吗？真的啊？那我还要去礼佛，还有金陵的闹市，我还未同你逛过。我要买一串糖葫芦，边吃边逛。好，只要娘子想要的，我都会让你得到。娘子，婴儿睡了。刚睡下。这孩子长得真像你。像你才好，这一年辛苦你了。重生回来，我终于过上了前世求而不得的安稳日子。姐姐，侯府的账目多如牛毛，
我怎么做都理不清楚。婆母前些日子又发了火，说我连个礼单都能写错，说我不及你稳重半分。宋琪，你前世嫌我端庄无趣，这世如愿娶了你想要的有趣灵魂，可你守得住这份有趣吗？上一世我事事做得完美，你嫌我枯燥无趣，这一世你得到了你想要的有趣的灵魂，却又开始要求明月拥有像我一样的端庄与能干。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贪婪且自私的男人？上一次见宋琪还是半年前他来金陵处理公事，留宿我们府邸。你们几个把他送回去。是。江秋水，你别装了！你放开我！你说，你是不是上辈子就和宋玉勾搭上了，所以这辈子才处心积虑不嫁给我？你为了报复我，故意让他捡了这个便宜，你可真狠心啊！放开我！我让你放开！你什么你？再敢说一句疯话，我让你这辈子都回不了京城！滚！宋大人，圣上钦点您前往狱中治水，即日启程。姐夫，这可是大好的立功机会，回来后定能升迁。秋水，别担心，我只是负责安置灾民和巡查，不会有危险。宋子恒，你给我听好，你若敢出一点意外，我就带着婴儿改嫁，让他叫别人爹。为了不让女儿叫别人爹，我便是爬也要爬回来见你。宋玉走后的1个月，京城传来急信，我的公公旧疾加重。这种窒息的感觉和前世一模一样。明月，你的手怎么这么冰？这1年多，你到底是怎么过的？公公病重，婆母也倒了，我一个人操持丧葬预备，还要防着那些姨娘，确实辛苦。宋琪呢？她是世子，难道让你一个妇人撑着？他在书房里对着满屋子的纸画悼念他的青春呢。姐姐，我想和离。你说什么？明月，这可开不得玩笑。玩笑？宋琪他根本就不是人，他去年纳了个瘦马做姨娘，为了那个人，他当着全府下人的面扇我耳光。他说我连个妾室都不如，他说我除了这副皮囊一无是处。姐姐，我真的受够了。我原本以为他爱的是我这副有趣的灵魂，可后来我才明白，他爱的是一个能陪他胡闹却又得能帮他撑起侯府人面的傀儡。可我不是你，我做不到像你那样周全。事已至此，你更要冷静。你若是现在闹着和离，泽哥怎么办？他是侯府嫡长孙，宋家绝不会放手。你难道要看着他以后在继母手底下讨生活，受尽作践吗？姐姐，
你明明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对不对？明月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姐姐，我带你看个好地方。我在宋琦的书房里发现了一个密室。密室？我前世做了20年侯夫人，竟从未听过书房里还有这种地方。全是我，击毙时的模样，园中剪枝的模样，甚至还有我前世守寡时那副落寞的神态。他在书房里挂满了你的画像，日日摩挲。江秋水，他对着我的脸喊的却是你的名字。既然他心里想的人是你，当初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求娶我？当初你为什么不阻止我？你明知道他把你当成宝，却把我推进了这个活地狱。你是故意的，你为了能和宋玉双宿双飞，就拿我的命去填这个坑。江明月，你给我听清楚，3年前的上元节，偷跑出门的人是谁？在宋琦面前冒用我名字的人是谁？是你自己亲口告诉母亲你喜欢他，求着我们要成全这桩婚事。你那时候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你是未来的侯夫人，你在想你压了你嫡姐一头，现在受了罪，倒有脸来怪我。既然你们都发现了，那我也就不用再装了。秋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秋水，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。你看，这些画像都是我亲手画的。上辈子我画的是明月，这辈子我每一笔勾勒的都是你。宋世子，你当真是病得不轻。上辈子你冷落发妻，惦记着江明月，这辈子你如愿以偿娶了她。你爱的从来不是哪个人，你只是在偏执那些得不到的东西。胡说！我那是被骗了。上辈子我以为是江家为了攀龙附凤，硬生生把你塞给我，害我错过了明月。我恨你，是因为我觉得你心机深重。可这辈子，当我看到你为了避开我，宁愿自贬身价也要嫁给宋玉那个没用的人时，我才明白，你是真的不在乎侯府的荣华富贵。秋水，你知不知道你越是推开我，我就越觉得你珍贵。明月这种货色，玩弄几天也就腻了。他不仅不会管家，连账本都看不明白，整日只知道哭。他哪里比得上你半分端庄？姐姐，你听到了吗？这就是我满怀期待嫁的夫君。宋琦，你这种人根本不配谈爱。你现在觉得明月乏味，是因为你已经得到了他。你这辈子注定要活在无穷无尽的欲求不满里。那又如何？如今我爹已经快不行了，这侯府马上就是我的。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，还没有得不到的。秋水，你以为你嫁给了宋玉就能逃出一辈子吗？宋玉能给你的，我也能给你；他给不了你的，我照样能给你。既然上辈子我们是夫妻，这辈子你也理应回到我身边。宋琦，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恶心吗？没关系，日子长着呢。等宋玉死在外面，
我看你还能指望谁？你刚才说什么？宋玉他怎么了？我那个好弟弟，此时应该还在狱中的大堤上奋战吧？秋水，你该不会真以为那场黄河水灾只是单纯的天灾？你竟然敢在治水的事情上动手脚！我只是给工部递了几句话，夸我弟弟有治水的雄心。他们为了讨好我这个未来的侯爷，自然会将最难啃的骨头交给他。狱中的河堤，我已经派人去加固过了，只要一场暴雨，那一段就会崩塌。到时候，宋玉便是为国捐躯的英雄，我会给他办一场最体面的葬礼。而你作为他的遗孀，名正言顺由我照顾一辈子。疯子，你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随你怎么骂。秋水，你应该感谢我，是我给了你重新回到侯府主母位置的机会。只要宋玉一死，我就有办法让婆母答应，让你来管家。到时候你管家，他伺候你，咱们3个人就像以前一样。我会把明月养在偏院里，而你才是我名正言顺的侯夫人。你要杀了自己的亲弟弟，宋琦，那是和你血脉相连的亲弟弟。亲弟弟又如何？谁让他抢了我的东西？上辈子我没能护住明月，这辈子我绝不能再让你溜走。牺牲一个小小的宋玉，算得了什么？来人！把江大小姐带回沁芳院，没我的允许，不许任何人接近，更不许让她和外界有任何书信来往。至于世子夫人，她忧思过度，神志不清，就在这书房里好好休养吧。沁芳阁，我前世住了20年的地方，如今竟成了囚禁我的牢房。宋琦带走了我的嫣儿，他知道嫣儿是我的命脉。赵婆子贪财如命，家里还有个好赌的独子，这便是我唯一的生路。秋水，这是你最爱吃的云片糕，我特意派人去那家老字号买的。宋琦，宋玉还没回来，你就不怕事情败露，陛下震怒吗？治水出意外是常有的事，工部那边我已经打点好了，所有的证据都会随着洪水冲走。至于陛下，他正忙着选秀，哪里顾得上一个从6品的小推官？秋水，等你回来，我把所有的印记都交给你，你就是这府里唯一的主母。宋琦，你真的以为我想要的是这些冷冰冰的权利？我要我的夫君平安归来，我要我的女儿健康长大。至于你给的这些，在我眼里不过是毫无用处的废料。废料？江秋水，你最好保佑宋玉死得快一些，否则我会让他死得更痛苦。你就在这儿等着吧，等大地崩塌的消息传来，我会在第一时间为你披上那一身红装。宋琦，你以为掌握了一切，可这府里的每一块砖，每一棵草，
我前世都走过无数遍，你输定了。那个不争气的东西又在赌坊欠了50两，真想要了老婆子的命啊！哼，大小姐，您就别费劲儿了。世子爷交代过，没他的命令，谁也别想放您出去。哼，老奴劝您早点歇着，等世子爷继承了爵位，您往后的富贵日子还长着呢。嬷嬷误会了，我不是要出去，我这几日身子不适，胃里反酸的厉害。想请嬷嬷帮我传个信儿给我的奶娘，托她去外面买点女儿家的私药，换个口味。药，世子爷已经请了府医，大小姐有什么需要的，直接跟府医说便是。府医那是男人，哪里懂得那些女儿家的秘药？嬷嬷，我也知道您守在这儿辛苦，若是这事儿办成了，我那庄匣里的200两私房银子，便是给嬷嬷的辛苦费了。200两，大小姐，您这话当真？自然当真，我不光能给你这200两，还能保住你儿子那条命。嬷嬷，你以为宋琦是什么好相与的人吗？他现在敢囚禁我这个弟媳，敢谋害自己的亲弟弟，等他事成之后，你觉得他会留下你这个知情的老婆子，给自己留个祸害吗？嬷嬷是聪明人，宋琦现在是疯了，可侯爷还没死，二爷也没阉扣，只要这侯府的天还没彻底变了，你就得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我若是出不去，你便是杀人的帮凶；我若是出去了，你就是江家和季家的恩人。江家是朝廷重臣，季家是江南望族，这2座大山压下来，你觉得宋琦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世子，真能保得住你？可世子爷说了，二爷他回不来了。回不来？宋玉乃是朝廷命官，治水功臣，他若是出事，陛下定会彻查，到时候真相浮出水面，第一个被推出来顶罪的，除了你这个贴身照看、知情不报的嬷嬷，还能有谁？大小姐，老奴也是被逼的呀。起来吧。第一，去书房想办法告诉世子夫人，我已准备好。是。第二，给守角门的李大棒传话，就说江家大小姐要连夜回娘家报丧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现在就去，否则等宋琦回过神，咱们谁也别想活。姐姐，快走，快走啊！明月，你从哪儿钻进来的？你这一身的伤，明月。宋琦那个畜生把自己灌醉了，他刚才在书房里发了疯，生生打死了一个送茶的小厮。他现在神志不清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赵婆子已经被我支开了。明月，你跟我一起走，咱们回江府。不行，嫣儿和泽哥哥还在乳母那间屋子里，宋琦派了死士守着，我带不走他们。我拿到了角门的钥匙，姐姐，你快走，回江家去找爹爹，去找大哥。要走一起走，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那个疯子手里。姐姐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你是宋玉唯一的希望。宋琦已经派了死士去狱中了，只有你回江家，动用大哥在军中的关系，才能截住那些杀手。嫣儿，我会守着。我在这侯府待了3年，我到底是泽格儿的亲娘。宋琦只要还想要那个名声，他就不敢当众杀了我。快去，一定要救下宋玉。明月，快走，别让我看不起你。你看，我也不是一无是处，以前都是你护着我，这次换我来护着你。姐姐，我等你带援兵回来。宋琦，你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！
前世我被你困在了那冰冷的侯府20年，这一世我江秋水哪怕是粉身碎骨，也要拉你一起下地狱。宋玉回不来了，不能慢，绝对不能慢！宋玉在等我救命。什么人？大小姐，天爷啊！您怎么这副模样回来了？快去请我爹，还有大哥，快！秋水，我的儿啊，你这是出了什么事？孩子呢？宋玉呢？怎得如此冰冷？死人嘛！快去备姜汤，烧热水。是。都住嘴！秋水，喝口热茶，把话说清楚。是宋琦做了什么？宋琦疯了，他把明月关了起来，还将我囚禁在沁芳阁。他亲口承认，他在狱中的堤坝上动了手脚。还派了死士去劫杀宋玉，他说只要宋玉一死，他就要承袭爵位，还要强占我。他竟敢如此丧心病狂，谋害亲弟，构陷命官，他这是要诛九族吗？这狼窝竟然是个狼窝呀！我命苦的女儿啊！明谦，带上家里的10几个亲随，拿上我的拜帖，立刻出城。绕小路往狱中方向接应宋玉，他若是还活着，务必护他周全；若是遇到了劫杀，死活都要把人带回来。儿子领命，宋琦这畜生，我定要他血债血偿。秋水，你留在家里，只要有我在，这京城没人动得了你。爹，明月是为了送我出来才留下的，银儿和泽根还在宋琦手里。放心，我明日一早就入宫面圣。宋琦以为侯爷病重他就能遮天，他忘了这天下姓李不姓宋。大哥走了有1个时辰了吧？刚走了1个时辰。秋水，你别总是盯着外面看，先把心放下来。都怪娘不好，当初早知道那宁远侯府是这种地方，我就该拼死拦住这门亲事。当初宋家来提亲，说是看中了你，我总想着高价能让你一辈子享福。后来换成明月，我看那宋琦表现的情深意重，我也就信了。谁能想到，那张皮囊下面竟然藏着一个要人命的修罗。娘，这不怪您。宋琦在京城素有贤名，他伪装得太好，全京城的人都被他骗了。我是怕呀，明月那个性子直，在那府里待了3年，如今又落在那疯子手里，万一宋琦拿他撒气，他怎么受得住？母亲确实不容易，她虽不是明月的生母，但这些年吃穿用度从未亏待过，教导也算尽心。当年换嫁的事，如果母亲过度干预，外人定会说她容不下庶女。为了江家的名声，她也是被动的被推着往前走。明月的生母苏姨娘走得早，我总想着要把明月也妥善安顿了，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如今看来，我这份良心却是害了他一生。秋水，你一定要让你大哥把他们救出来。娘，明月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只知道玩闹的小姑娘了。临走前我看她的眼神，她已经做好了和宋琦玉石俱焚的打算。她也长大了，知道什么是责任。只要宋玉能平安回来，我们就去侯府接她回家，再也不回那个火坑了。我不能闭眼，只要一闭眼，我就能看见上一世宋玉那孤苦伶仃的身影。这一世，我们已经逃出来这么远，绝不能在最后关头功亏一篑。子恒，你一定
定要活着，一定要回来。秋水，进屋歇歇吧。明秋已经去了大半天，即便接应到了人，也没这么快回来的。娘，我待不住，只要看不见他，我的心就像被火烧着落不下来。上一世，我也曾无数次这样等待宋琦，等他在外面花天酒地回来，等他从妾室的屋子里出来。那时候的等待是枯燥的，是卑微的，而现在，我是为了他的命在等。有人回来了，快看，有人回来了！宋月，秋水，你回来了，你真的回来了！我以为我没事，我没事了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爹，接到了，宋琦那个混账派出的死士被咱们在官道林子里截住了3个人，剩下的见势不妙跑了。子恒受了点小伤，没大碍。天佑江家，天佑宋玉呀！秋水，别怕，真的不疼。这些日子在堤坝上跑，身子骨壮实了。这剑锁上没毒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贫嘴？子恒，你也是命大，若不是咱们赶得及时，那几个死士在那狭窄的山口设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宋琦那个疯子，他竟敢私自豢养这种亡命徒。其实我早就在防着他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？3年前，他在金陵酒醉后对你出言不逊，我就知道他的心魔已深。秋水，你信吗？我这些日子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，在梦里，我好像守了你一辈子，却只能看着你受尽委屈，最后郁郁而终。那个梦太真实了，真实到我每次醒来都觉得心惊肉燥。所以他点名让我去狱中时，我就留了个心眼儿。在大堤上，我让亲随死死盯着那段被加固过的堤坝。果然，那晚大雨如注，我抓到了在大堤缝隙里塞炸药的家奴。宋琦，你竟然歹毒到要让狱中万千百姓为你的私欲陪葬！这一辈子，我会一直守着你，绝不会让梦里的悲剧重演。走，我们现在就去侯府，把明月和孩子接出来。我带人跟你们同去，我倒要看看宋琦今日还敢怎么嚣张。好，咱们带他们回家。成了吗？杀手怎么还没回来报信？成了吗？啊！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大堤明明应该……大堤固若金汤，百姓安然无恙。让你失望了，大哥。那个负责炸堤的家奴，现在就在大理寺死牢里。大哥，你要不要去见见他？姐姐，没事了，明月，跟我走。明月，你要背叛我！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。宋琦，你说错了，我不只是你的夫人，我也是江家的女儿。这卷供词
是我被囚期间记下的你所有贪墨公款、联络官吏的日期。我江氏明月，今日要以宁远侯世子妃的身份，首告宋琦谋害朝廷命官、贪墨赈灾款项，请各位大人为公道做主。宋琦，前世你用这官场手段灭我季家，这辈子我就让你死在这些罪证之下。快看，那是宁远侯世子妃！他怎么出来了？是了，听说世子爷为了谋害亲兄弟，竟然要炸毁黄河大堤，残害亲弟，拿万枪百姓的命当游戏，简直丧尽天良！放开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住手！都给老身住手！宋玉，你疯了吗？他是你亲大哥，是未来的侯爷！你竟然由着江家人这样闹，你这是要把侯府100年的声誉全毁了吗？婆母，毁掉侯府声誉的是宋琦，不是宋玉，更不是江家。您的好儿子宋琦，为了抢夺弟媳，不惜在大堤上动手脚，拿狱中数万百姓的性命当儿戏。您口中的声誉，难道是靠这种草菅人命、残害手足的恶行撑起来的？你胡说！妻儿定是受了旁人的挑唆，他怎么会做出这种事？婆母若是不信，大可以去看看宋琦书房里的那个密室，里面挂满了我的画像。他不仅想让宋玉死，还想在他殉职后利用权势逼我奸脱两房。这种悖逆伦常、丧心病狂的念头，难道也是旁人挑唆的吗？是我做的又如何？上辈子你就是我的，这辈子你凭什么嫁给宋玉那个废物？母亲，你不是最疼我吗？你帮帮我，只要宋玉死了，这一切就都没事了。畜生！你这个畜生啊！夫人晕过去了，快来人！秋水，别说了。公道自在人心，明月已经去了大理寺，这里的事交给官家处置吧。下官江氏明月，呈上证据，这里面是世子宋琦私下调动田产换取火药的账目，还有他与工部官员勾结的私信，每一封都有他的私印。江明月，你这个贱人！我平日待你不薄，你竟然联合外人害我！待我不薄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恩情。宋琦，你从未把我当成妻子，在你眼里，我只是江秋水的替代品，是你发泄怨气的玩物。我江家是诗书传家，我宁可拼了这条命，也绝不与这种残害手足、罔顾苍生的魔头同流合污。传证人宋玉、江秋水上堂。大人，这是从狱中大堤缝隙里挖出来的火药，其货号与宋琦司库中丢失的一模一样。江秋水，你以为你赢了？你记得上辈子的事，我也记得。你本来就该是我的，是天意弄人，是你这个毒妇换了名字。宋琦，你说的对，我记得你前世如何冷落我，记得你如何害死季家100口人，所以这辈子我是来拉你下地狱的。
大人，证据确凿，请公断。混账！简直是目无国法，丧心病狂！为了私欲，竟敢拿半个狱中百姓的性命当儿戏！传旨！传圣上口谕：宁远侯世子宋祁陷害亲弟，图谋破坏大地，罪不可赦。即日起，废除其世子之位，没收名下所有田产，其人交由刑部大牢，待秋后问斩。宁远侯管教不严，教子无方，降爵为伯，闭门谢客。老爷，老爷，你醒醒啊！秋水，画像，我的画像还没拿走。母亲，大哥的事，孩儿尽力了。子恒，是娘错了，娘不该偏心。事到如今，宋家只能靠你了。宋玉虽然心软，但也有底线。这个侯府已经烂透了，即便有宋玉撑着，也回不到从前。前世老侯爷死时，宋祁继承爵位，这满府都是趋炎附势的宾客。我强撑着笑脸迎送往来，心里只有荒凉。如今这里冷清至极，我却觉得从未有过的平静。秋水，你过来。秋水，娘知道你是个聪明的孩子。琪儿做的那些事，如果没有你在背后推波助澜，不会败露的这么快，对不对？婆母，如果您指的是揭穿真相，保住宋玉的命，那我确实推了一把。我不怪你，是我这个当娘的没教好她，让她生了那等痴念。我只是在想，如果是你嫁给了琪儿，如果当初名字没有弄错，这一切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？不会，婆母，您觉得宋祁变坏是因为娶错了人吗？不，他的恶是刻在骨子里的自私。前世我嫁给了他，他依然冷落我，甚至害死我的外母一家。他这种人永远不会满足，即便是娶了我，他也会因为厌倦我的顺从，而去寻找下一个明月。他毁灭的是他自己。如今爵位降了，圣上特许子恒承袭伯位。秋水，子恒听你的话，求你看在子恒的面子上，别让这个家彻底散了，好吗？婆母放心，宋玉是我的夫君，我会陪他守着该守的东西。但也请您明白，我们要守的是宋家的骨气，而不是宋祁留下的那些肮脏执念。子恒，你真的想留在京城吗？秋水，我比任何人都想带你回金陵，那里有你的外祖父，有我们想要的日子。可是现在，母亲病重成那样，伯父又刚遭了降爵，如果我现在撒手不管，这府邸不出3年就会被那些虎视眈眈的旁支搬空。宋玉虽然心不在此，但他骨子里刻着责任。他跨不出宋家的门槛，是因为他丢不下那些血脉之亲。子恒，我明白，而且明月的事儿还没个定论，我也不放心。明月这几日一直把自己关在屋里。宋祁虽然入狱，但律法规定死囚之妻不可轻易合离。他想以江家女儿的身份离开，难如登天。
我不能丢下明月一个人在京城受苦。子恒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姐姐，你要去吗？大理寺的人刚才传了话，宋琦他在死牢里说，临死前唯一的愿望就是见你一面。我去，不仅为了断了他的念想，也为了还你一个解脱。可是姐姐，那种阴邪的地方……明月，有些话必须要在死人入土前说个明白。死人带走了痴念，活人才能真正解脱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看，他所谓的掌控到底有多可笑。好，我陪你们去。秋水，你终究还是来看我了。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毕竟我们上辈子做了20年的夫妻。宋琦，收起你那副令人作呕的深情。你说你记得上辈子，那我也替你回忆一下。上辈子的江秋水为你操劳家务、生儿育女，守着冷冰冰的侯府，最后换来的是什么？是你临死前的怨恨，是你怪他贪慕虚荣，是你亲手毁了他视若生命的季家。不，那时我以为你骗了我以为是你冒名顶替了明月。在乎上元节，宋琦，你爱的从来不是明月，也不是我，你爱的只是那种求而不得的快感。当你娶了我，你就惦记明月的灵动；当你这辈子娶了明月，你又转而觊觎我的端庄。你根本没有爱人的能力，你只会在不断的后悔中，把身边所有人的幸福都拖进深渊。宋琦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。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的白月光，可这3年里，你一共对我动过42次手。你甚至在泽根生病的时候，还在偏房陪着那个瘦马吟诗作对。你的爱比这牢房里的淤泥还要臭。我已经向大理寺呈递了和离书，即便你是死囚，我也要带着江家的清名彻底从你的族谱上划掉。江秋水，你真的从来没有爱过我吗？哪怕是前世那20年的枯守，我也从未爱过你。我爱的只是责任，而这一世，我所有的温情都给了宋玉，他值得，而你，连死在我手中的资格都没有。外面那些古板儒生真是不死不休，竟说丈夫未斩，妻子首告秋离是不贤不孝。官府的意思是，宋琦虽是重犯，但按律死囚之妻不可轻离，通常是等男方服逐后自动归家，但这名声就成了克夫的遗孀。我不怕背负什么遗孀的名声，我只是不想死后葬在宋家的墓园里，不想在那阴冷的地下还要听那个疯子的咒骂。我想干干净净的走，以江家女儿的身份从头来过。岳父，明月是我的二嫂，更是秋水的妹妹。宋琦所作所为，早已自绝于宋家列祖列宗。若官府不准，我便以现任伯爵的身份，亲手写下代兄初期的文书。我宁愿背负一个不替的骂名，也要还明月自由。宋玉，你总是这样，在最关键的时候为了我
为了这个家，拿出所有的勇气。好，我江家读书习字，守的是人间正气，不是这些吃人的虚礼。若是连自己的女儿都护不住，我这侍郎当了又有何用？明日我便上奏陈情表，面见圣上。姐姐，我回来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大小姐，不，薄夫人，老奴们在这府里几十年了，都是按规矩办事的。您这一回来就封了账房，老奴们心慌啊。规矩，赵嬷嬷，你确实是个懂规矩的老人。昨夜我查了查，你那个在赌场欠了3000两银子的儿子，昨日竟然把赌债还清了。不知这3000两雪白的银子是从哪儿钻出来的？薄夫人饶命，那是死囚宋琦赏给老奴的，说是让老奴看管您的辛苦费。辛苦费？那是从祭祀的宫中银子里挪出来的。你是想让整个伯府陪着宋琦一起背上一个不敬祖宗的死罪吗？来人，将这几个吃里扒外的全部扭送官府，按挪用公款罪论处。剩下勤恳守本分的，每人发安家银子10两，遣散归家。薄夫人这一手真是利落，宋家烂透了，就得这么剜肉。秋水，琪儿以前总说，这府里只有你能管得住。如果你真的是我名正言顺的嫡长儿媳，宋家何至于落到今日这个地步？婆母，您还是不明白，管家靠的是手腕，但守家靠的是人心。即便我管得再好，只要主位坐着的是个自私疯狂的人，这府邸迟早会塌。我今日做这些，是为了给子恒留下一个干净的基业，不是为了留恋这里的权势。娘知道了，子恒跟我说了，你们还是要回金陵。金陵有我的外祖，也有子恒喜欢的生活。子恒已经向圣上申请，将伯爵的常住地改在金陵，圣上已经恩准了。也好，等我身子好些了，我也去金陵看看，看看你们的小院子，看看婴儿。姐姐，你当真不留在京城吗？京城太大了，也太复杂，金陵的环境更适合居住。你若在京城待腻了，随时带着泽哥来金陵寻我。子恒在金陵的府邸很大，专门给你留了院子。可泽哥儿的以后，他毕竟是宋琦的儿子，京城这些人家只怕会看不起他。明月，听我说，泽哥儿虽然是宋琦的儿子，但他更是江家的外孙，是现任宁远伯的亲侄子。子恒已经许诺，将来会亲自教导泽哥儿，等他长大了，凭自己的本事考取功名，谁也不敢轻视他。就是，明月妹子，你怕什么？在金陵还有小爷我护着呢。谁敢嚼舌根，小爷我一剑劈了他！来，秋水，马车已经备好了，咱们出发吧。在这里，我重生归来，逆天改命。现在，我要去过我的日子了。秋水，
知道吗？在大地出事的那天晚上，我真的以为我要死了。那时候我唯一的念头就是，我还没能亲口告诉你，我到底有多爱你。可我也知道，你有你的苦衷。我知道，子恒，我都知道。爷，京城那边信儿到了。宋琦伏法那天，京城下了一场极大的倒春寒雨。除了府里一名受过爷恩惠的小厮去送了断头饭，再无亲属到场。狱卒打扫牢房时发现，宋琦死前在石墙上留下了很多抓痕，那墙上密密麻麻刻满了一个人的名字，全都是大夫人的名讳。他到死都没想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。秋水，你会觉得我心狠吗？他毕竟是我的亲哥哥，若我当初在大堤上拦住他，不回京城首告，或许伯府不必降爵，他也能活一命。子恒，你若不首告，狱中死在洪水里的百姓会答应吗？你若不首告，明月这3年的痛苦谁来偿还？宋琦的死，是他自己种下的恶因结出的恶果，与你的心无关。谢谢你，秋水。谢谢你当初在银楼选择了他，才让我有机会重新找到你。这就是命，这一世的所有幸福都是我们亲手挣回来的。这一笔偏了，重新写。老头子整日就知道骂孩子，秋水，快带子恒来吃点心。秋水，你快过来看，这是我联合金陵的老工匠设计的方案，叫暗渠分流法。只要在雨季前扩建这些暗渠，秦淮江的水就不会漫过河堤，金陵城的百姓再也不用担心被淹了。上一世，子恒在侯府被内宅琐事缠身，他有治水的才华，却只能去管那些兄嫂孩子的杂事。这一世，他终于成了能护住一方安宁的脊梁。子恒，这份图纸若是呈上去，圣上定会重赏你。重赏不重要，秋水，我只想守着你，守着婴儿，看他长大。这辈子，我再也不回那个京城了。好，咱们不去，咱们就在金陵建一座最大的藏书阁，放你那些治水书。子恒、秋水，快过来！婴儿又在闹着要抓蝴蝶了。季轩，你看看你姐夫，现在是圣上钦点的能臣，是咱们家的光彩。你再看看你，整日只知道跟着那群人鬼混，你写出过一首正经诗吗？祖母，您听听，爷爷又在骂我了。姐夫是能干的人，我这种凡人能吃饱饭，不给家里添乱就不错了。吃你的肉吧。林子清，竟然是林子清！上辈子母亲给明月选的夫君就是他，虽然门第不高，却将明月宠了一辈子。宋琦，你以为你才是他的真命天子，可你只会折断他的翅膀。秋水，你定想不到，大理寺主簿林子清托了官媒上门求亲。他说，在那日公堂之上，他看到的不是狼狈的弃妇，而是一个勇敢有骨气的奇女子。他心仪已久，即便明月带着孩子，他也甘之如饴。快，去准备上好的湖笔端砚，还有我司库里那对并臂莲花金簪，我要给明月写回信。明月，我不求你端庄稳重，
只求你眼里永远有星星。花开花又落，月缺月又圆，原来我就是在想什么？在想万物循环。子恒，有些人绕了多少路，最后总会走到一起。别人我不清楚，但我能再次遇见你，定是我前世跪在佛前求了几千次才换来的。所以，伯爵夫人，这辈子你哪里也别想去，就留在金陵守着我。这地方好，空气里都是花香。伯母一路辛苦，房里已经备好了南边的清茶，快进屋歇息。秋水，这些日子我想通了很多事。以前在京城，我总觉得爵位和门第比命还重要。为了守住虚名，我纵容其儿，冷落子恒。现在看你们在金陵的日子，我才知道以前错得厉害。那些金银财宝哪里比上这种一觉睡到天亮的踏实？婆母能明白这些，子恒在九泉之下的大哥若是看到，想必也能消去几分戾气。琪儿那个人心太高，念太深，终究把自己困死了。谢谢你当初没有因为琪儿的疯狂而放弃子恒。咱们宋家这支血脉，若不是你，怕是真的要断在京城的那些事儿里了。那卖货的瞧见小爷我，吓得连摊子都不要了，拔腿就跑。看，我就说母亲会喜欢这里的。子恒，我觉得咱们现在的日子过得真好。这不是梦，是我们亲手种下的因，结出的果。因果循环，作恶的人已经伏诛，守住良善的人终将收获宁静。